哇，太兴奋了！我快要被这个沸腾的纳西歌舞震翻天了。我现在呢就在丽江的一个纳西古村，那这次就是要参加一个即将要消失的东巴婚礼。它这场婚礼啊是从早上一直到晚上，还没有结束哦，应该说是越夜越嗨。好嘞！这一集，明伦大哥飞到云南省丽江的纳西族聚居地启良古村落，参加一场即将消失了的东巴传统婚礼。纳西族是古老的少数游牧民族，有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字，信奉东巴教，性格豪迈，热情好客。哇，大哥，你有福啦！哎呦，好香，好香，好香！现在的心情有点复杂，既然是对新家的一种期盼，也是要离开自己的娘家，然后也是有不舍。她就是新娘蚕豆。你没听错，蚕豆是新娘第一只爱犬的名字。我要说的是，蚕豆真难得，愿意跟随纳西文化走繁琐婚俗，赞！哎，何书涵，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怎么样？说一说你的心情。Take two， 很开心吧？啊，很高兴。心情紧张吗？ Take three， 有点。有一点。啊，嘿嘿，好腼腆的新郎何苏凡，一生人就一次，紧张难免。哎，别绑错了。明伦大哥等着催场啦！今天的宾客多达400多位，男女老幼穿着传统纳西服饰陆续抵达。听说村子好久没办传统东巴婚礼了，大家都好期待。啊，太开心了！今天就是大日子，我大老远啊从新加坡飞到丽江，就是为了这一天了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是融入其中。大哥，这一套纳西传统礼服挺合身的嘛。哎，你今天不是主角啊，千万不要耍帅啊！我觉得啊，不管是什么婚礼，新娘永远是焦点。纳西的新娘礼服真的很独特，我们这就去看一下。哎，镜头回到婚礼3天前你好，这是大哥和新郎新娘第一次见面。你肯定就是新娘。是，我是陈的，你是明伦。对，真的很漂亮。谢谢。恭喜你啊，你是新郎对吧？对，我是何书凡。何书凡，恭喜恭喜！哇，这个就是纳西族人的婚礼上要穿的这个礼服，这个叫披星戴月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个服饰会非常注重一个羊皮。啊，就是这个。对，这个羊皮上一共有7个圆盘，代表着北斗7星。北斗也就是披星戴月的来历。纳西族的妇女非常的勤劳，每天早上天不亮的时候，她就会去务工，天黑之后，她会迎着月光，带着星光再回来做家务。哇，原来纳西族妇女背负的是大使命。怪不得纳西服饰在2009年就被列入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太美了，谢谢可不可以转个圈来看看啊？好，哇哦！还不完整，我还有个头饰。哦，对，啊，头饰，
这个头饰也是有特别的意义吧？对，也是披星戴月，哦它也是7颗圆盘，也就是7星。好讲究，但是男士的好像简化了。听说过去新郎得披羊毛。男士的服饰主要是以长褂以及马褂为主，平常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于生产生活。哎呦，帅！哎呀，你们两个站一块，快点，站一块！哎呀，你看，哇，郎才女貌，我们也有准备给你一套哦。我也有。对，来，哎，哇，好看，谢谢。哎呀，现在我也变成纳西族人了。对，对，我可以在这里找个新娘吗？大哥，门儿都没有，玉媛姐早就让我盯紧你了。痛！我老婆要揪我耳朵的。这场纳西族的婚宴啊，可以说是忙上了好几个月。那靠近大日子的这几天，更是忙得不得了。高师傅啊，哎，你这个一大早的就把我叫起来，到底是要带我去哪里呢？满餐啊满餐，这么多人吃饭，400人呢。高叶修，大家叫他高师傅，新郎的堂嫂，婚礼重要策划人。啊，400多个人的菜，我们哪扛得动啊？扛的都也要扛，扛不动也要扛啊，还要你扛呢。我来扛啊！你来扛，哦你扛。我是来当苦力了。当然喽。高师傅有大哥在，没问题的。我要腰带。纳西族的喜宴非常注重排场，高师傅这次准备多达13多种菜色，对好客的纳西人来说，这只是小菜一碟呢。哦，你还背得动吗？背得动。哇，这个苦力真好用啊！好，我们快点我背他们来了。高师傅啊，哎你这买的这是什么鱼啊？鲫鱼。鲫鱼啊。老式哈的鲫鱼。哦，要买多少条啊？80条。哇，很多哎。那到时这个鱼要怎么做？做成酸辣鱼。哎呀，酸甜甜。是，酸辣鱼哎，听起来啊就很开胃啊。哦，对啊，很开胃啊，多吃一点哦。那有什么讲究吗？要怎么选啊？要一样大，2件面的饭起。每一盘上面就放两条鱼。2条鱼，而且放的是2个鱼都要面对面，双双对对，成双成对，双双对对。哦，很好。高师傅给我的感觉，他在这整个婚礼上面呢，他就是一个重要的人物。他虽然在外表上你看他是很大剌剌的一个人，但是实际上他心底里面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人。哦，我今天吃多的苦力很多。他把一切都搞得妥妥当当。对。纳西人啊，真的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族群，不管是什么大小事情，他们都是互相帮忙啊。所以这个结婚呢，就不是一家子的事情，反而是全村人的大喜庆。我应该也去帮忙啊！来 ，Hello。纳西族的喜宴一般都在自家庭院办席，从砍柴到材料准备，全是手工活。明伦大哥有的忙喽。明伦，快来帮我准备3滴水。哦，嘿，这么简单，就只要3滴水。干嘛用碟子呢？用碗盛水不是更好吗？哎，你要去哪里？回来，你坐下来。哦，你坐下来。你不是要我盛3碟水吗？3滴水不是水，3滴水是纳西族婚宴上用的特色菜，它由不同的3种器皿装。大家听得懂吗？简单来说啊，3碟水使用了3组不同高度的碗碟，让食物以上中下的层叠方式呈现。那到时会有多少个菜色啊？
12个菜和一个大火锅。好丰盛啊，就好像满汉全席一样。对呀、就是纳西族的满汉全席呀。很期待，很期待。纳西族热情待客，一碟胜过一碟，还有糕饼、蜜饯等甜品，代表对贵宾的甜蜜问候。在这个婚礼上会有几道甜品啊8道甜品。 ？8道甜品啊！你多了一个手指。客人都吃主食吃得饱饱了，那还怎么吃这么多道甜品呢？哦，我们这里是先吃甜品，后吃主食。哦，纳西族人的这个风俗都风俗是这样习。惯，对跟我对。们那边不一样，我们都是先吃主食，然后才吃甜品。哦，不一好好好样不一，样。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？雕梅、本糖和冰糖2种糖研制而成。啊，哇，怎么样？很酸很甜，但是很爽口，而且非常开胃。这是什么呀？紫苏核桃糖，小小粒的是紫苏，白的大一点的是核桃。哎呦，好香好香好香，这个香吗很好吃哦，就是多吃一点。而且它还有一点点的粘牙，哇，太棒了！可惜这大红饼和东巴婚礼一样，快失传了，也只有手巧的奶奶懂得做。这个是我们流传下来的，每一家儿子结婚、女儿赐教都要办婚事都要做这个。哦，这是大喜庆的日子都要做这对，个，所以说你看它圆圆的，就是汉语说的花好月圆了嘛。花好月圆哈哦。我也想学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。真的吗来一个。你看很有趣啊，他们就是就地取材嘛，后面养鹅啊、养鸡啊、鸭子啊，就可以拿它的毛来这样子用，对可以拿来涂油，这样子对这个模型就不会粘住了，对不对？，对。好然后撒上芝麻。中间多一点，对。好，然后这个放下去，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压下去压下去。好，然后把这个豆沙放上，然后再然后放这个花，再放玫瑰花，搓碎了，揉碎了。再把它撒在上面，哇，很美很美，好，然后这个就压下去。压下去把它啊，变成一个饼，圆圆的形状，非常的漂亮啊！太棒了。那你也来一点。好好吃。这一场东巴素祝婚礼啊，可以说是好戏连连，每一天都有新的奇特的事物让我去发掘。那今天呢，这位新人他们就要为他们的新床做一个传统的礼俗。新床，新床 ？Oh no！别告诉我小孩不宜。哎呀，不要想太远。哎，蚕豆，嗨，明伦。你们在干嘛呢？这个是？这是我们的新被，就是用在婚房里面的新被。哦，给新人用的被子。对，我们把这个叫做牛勒巴，它这个布料的范围应用的很广，一般是用于在那个传统的纳西服饰上作为一个装饰品，更多的是用在婚被上。哎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松子这是松子啊，要吃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把它缝到我们被子里边。我的姐姐和大嫂她们呢，会把松子一点点缝到4个角落里，然后寓意是多子多福。哦，哎，这个有趣有趣。我觉得成双成对会比较好，所以我是想每个人给2颗，4个角落里每个角落放2颗就好。哦，给他们，好，那啊，然后还有这边这个，好，有，哈哈，剩下一个，这个我自己吃，不，我也要多子多孙啊。哎，大哥，拜托，4个还不够啊！老大上大学，你是太有空啦。
到了。哎，今天舒凡还有蚕豆呢，要带我去参观他们的新房，对吧？在哪儿呢？楼上。好好好，来。哇，就是这里啦，这就是你的新房。这里进去的话呢，哇，我一踏进你们的房子啊，就感觉到它是很新，然后整个装潢都是你设计的是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啊，也是你们亲力亲为的是吧？是。我先生他从这个吊顶的打板、放这地板条、墙纸什么的，全都是他亲力亲为的。我的话就参与一些装饰，就是他负责装修，然后我就负责装饰。这个客厅就摆了一张这么大张的照片，这张照片肯定有特别的意义。我们两个是做户外工作这一块的，然后您看到的这个就是玉龙雪山，我们会经常带着一些喜欢徒步的、喜欢运动的，以及喜欢挑战自我的那些客人去走这种比较特殊的行程。两人的认识也挺特殊的，10多年前跑步认识，也跑出爱情，合伙开办旅行社，从相识到今天终于定下终生，一起努力创造未来。他是属于浪漫型吗？我觉得他属于直男型，就是他不太会表达他的想法，但是他会用他的行动来证明他会比较在乎我。有告白吗？没有那种告白，也没有令人心跳的语言啊，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总得要说一句话嘛。他说我们在一起吧，他说我想娶你。哦，就这样。然后你当时，我心里乐开花了已经，但是我假装矜持，我就说好，那我跟我爸爸妈妈跟家人说一说。哦，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和舒凡还有蚕豆他们给我的印象啊，就是虽然性格上面是非常的不同，但是他们却又做到了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。我跟我老婆呢，性格就是一个太阳一个月亮，所以我在他们的身上也看到了我自己。我可以跟我老婆走下来，走了20年，还仍然是很精彩，而且还是很多的盼望。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，他们也一定可以做得到。我很看好他们这段婚姻。古代结婚8抬大轿10里红妆，表现出新婚的隆重。但是纳西族人结婚啊，他们就不用轿子，他们用的是马儿。马哥哥，过去丽江啊是出名的茶马古道，马可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喜欢这个？白色的。我看那个黑色的也不错。好像太小了一点。哎，舒凡，哎，你好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我父亲。哦，这是明伦。何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次有幸见证罕见的东巴婚礼，何爸爸就是幕后推手。这个你们现在是在干嘛呢？我们在选马啊，在选马，就是为了当天婚礼娶新娘用的。哎，新郎新娘要骑马。现在一般的人他们娶新娘都是用车子，为什么你还是坚持要用马儿呢？那是在历史上是游牧民族嘛。所以这个马匹这个最重要的运输工具，做这个婚事也有马，这是一种历史习惯。儿子结婚，何爸爸用心张罗，特别沿用失传的东巴教仪式。希望有神明的祝福，婚姻圆满。用心良苦有原因哦。因为我的儿子和新娘嘛，他们过去都有过一段婚姻，但是后面分手了。希望通过这个婚礼，让他们能够互相更深的认识，互相更好的相爱。这马选好了，就是他们上马。哎呦，哎呦，新郎上马嘞！马哥哥，当天你可要多多听话啊。那你要准备一些甜头给他，
他爱吃什么呀？蚕豆。蚕豆。蚕豆是他老婆，你知道他老婆叫什么名字？蚕豆。就叫蚕豆。真巧啊，这么巧的事情都有啊。是啊，哎不巧不成书啊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办婚礼啊，本来就是已经有很多忙不过来的事情了。突然间，这个新郎何淑凡说要我去找一班兄弟，还好我们来了一批新加坡的实习生，现在要跟他一起上山。你是要带我们去爬山啊？不，我带你们拔松毛去。拔松毛？对。松毛指的是松树的叶子。大哥，我很好奇，婚礼前一天，新郎干嘛还忙着摘松毛？明天我们宴席的时候会把松毛铺在地下。为什么？当地毯。以前吧，就是我们农村里面没有水泥，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土，人太多了的话，一走动土就会飞起来，对吧？然后你造成很多的灰尘。对，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松毛来盖住。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地毯。对，相当于纯天然的地毯。而且这个松毛啊，它还有个香气，有个香味。对，而且还有就是好看。这个应该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在村里面的婚礼啊。那首先是我看到他们村民与村民之间的这种关系，他们怎么样互相帮忙。比如说男生呢，他们就会去干粗活，女人呢就在家里烹饪啊，整个氛围跟气氛都非常的热闹。我也好像感受到纳西族的人文特色。一场婚宴驱动了族人群策群力，分工合作，温馨热闹。我可以想象到婚礼的那一天啊，应该是更加的热闹。何老师，好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谢谢。哎呀，今天应该是非常开心的日子啊！来说一下您的心情好不好？你看天上白云蓝天，多好的天气啊！是好日子。希望他们的婚礼啊，甜甜蜜蜜吧。对，一定会甜甜蜜蜜。东巴法师也以东巴象形文字为新人送上祝福，让老爸老怀欣慰。迎娶前，重要的任务得把翠绿的松毛当地毯铺设，让宾至如归。你看，这个松毛铺上去之后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？所以纳西人啊，细节是做得很足的。Good。来，小朋友，你也来帮忙了啊！哇，来，给。铺上了这个松毛之后，它就是好像一层地毯一样。另外呢，就是视觉上的一种享受。你看这里绿绿的，然后呢，屋子上面的装饰呢都是红红的对联，所以视觉上看上去就非常的鲜艳，非常的好看。来，走了。你看他们吹着唢呐，唢呐开道，然后现在新郎要去接新娘喽！走，快走！哥，你好像比新郎还兴奋啊！是不是被这近200人迎亲大队给震撼到了？浩浩荡荡，听说要徒步走20分钟哦。还好天气好，你没问题吧？哇，你看这个场面是不是非常的热闹？几乎是全村的人一起去接新娘，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啊！太棒了！挡住了，你看，挡住了，不让你进去了，咋办？请开门！快点开门！大哥，是不是红包给的不够大？好了，全部给你了。没有了！开门！来，
开门喽！冲啊！成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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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好一班纳西族的庭院够大，200多人全进去了。走进四合院，哎哥，新娘在哪？哦，看到啦。你看，他就坐在那边看我们所有的人。女方亲友团从4面8方来助庆，摆好阵，准备以歌和男方队伍相互对应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感人，女方、男方这边都派出代表进行一个对唱，大概意思就是说，女方这边呢，女儿要出嫁了，妈妈很不舍得，然后呢，他们这边就会回应说，告诉妈妈哦，不要伤心难过，新郎会好好的照顾她，哇，很感人。我们是过旅途呢，里面个给这块米饭了没？凄美的嫁女调是纳西已失传的婚俗古歌，大家都感动了，临别依依，收拾起泪水，新人为彼此别上胸花，出发回夫家了。我看人家出家，我都会想要流眼泪。那是每一次，因为就感受到他们的那种幸福、那种快乐。今年要笑，不可以哭哦。重视幸福的眼泪是非常开心的。哎，等到有一天啊，当我的女儿出嫁的时候，我想我会是第一个哭的。可以上马了是吧？哎呦，你要跳上去啊！帅帅帅，好帅好帅！走喽！新娘的嫁妆得由娘家的亲人陪送，有被褥、铜壶、铜制等用具。铜寓意生活红红火火，不同的嫁妆各有含义，而且讲究排场。这队伍真的是气势非凡。我们现在就浩浩荡荡，一大群的人呢，就这样子在这个村子里面要绕一大圈，然后走到新郎新娘他们的新家，对吧？对。哎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难得何爸爸特地安排的传统骑马迎亲，当然要打卡记录美好。这一大圈的景色宜人，慢慢拍吧。纳西婚俗真的非一般。迎娶路上，夫家的亲人会唱赶马调，为娶到媳妇儿激动开心，而沿途会派喜糖与全村人同乐。谢谢，砸水杯子，拿一点，对。迎亲队伍起哄了，大闹背新娘。哎，新郎官保重哦。好嘞。牵着手，牵着手。啊，我们要牵着啊！啊，手牵手，快点看！啊，他这个就是故意呢，要让这个新郎走得慢一点，没这么快到家。他是不可以把新娘放下来的。啊，新娘子是马背好坐还是老公的背好坐呀？老公的背好坐。那就让他坐久一点呗，我们走慢一些。新郎累不累啊？不累。当然，新郎绝对不能说累的啊。哎，累呀，当然不累。哥，我看啊，新郎应该不累了，平时有锻炼。新娘瘦小没问题吧？只是要背多远呢？好嘞。
哦，终于到了。香火袅袅，东巴法师主持进门仪式，为新人和亲人祝福。纳西婚礼中，良好的婆媳关系从媳妇儿进家门的一碗红糖水就建立了。谢谢爸爸。而公公给新娘的改口红包和交钥匙，也体现了纳西族妇女的家庭地位。最隆重的宿祝仪式由德高望重的东巴法师主持，得在祠堂内进行，象征新人承担薪火相传的责任。现在在这个房间里面进行的就是东巴婚礼的宿祝仪式。东巴教的宿指的是纳西族生命神，东巴法师为新人绑上5色线，代表两人灵魂合一，全家人的生命神也融合，这就是这婚俗的核心。即将消失的东巴婚礼，在2016年已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之后用铜锅烹煮腊肉，意味新人将来的生活衣食无忧；彼此喂食，则象征同甘共苦，传承父母勤俭持家的任务。哎，来，哇，我们的新郎跟新娘，来，快的，想问问你们啊，对于这个东巴的宿祝仪式有什么看法？有什么想法？烟好大，烟好大，在房间熏的啊，我就看你眼睛一直在流泪，我还以为你是很感动。有，也是有感动啊有，很郑重。他把那个酥油弄到我们头上，然后绑丝线呀，这些你都有会被感动到。是，来，我这里呢也有一个我们新加坡人的习俗，也是给你们红包，谢谢。给你们甜甜蜜蜜，永浴爱河，早生贵子。白头偕老，好不好？谢谢。还有一个，哇，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可爱吗？好看啊！这是送给你们的。谢谢。你怎么知道我的饭里缺一个摆件？哦，谢谢，非常感谢，好喜欢。宿祝仪式结束之后呢，纳西婚宴马上就要开始。那么他们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他们是从下午就开始吃，一直吃到晚上。有一种叫法叫做流水席，又或者是轮席，就是说一批客人啊，他们吃完了之后就会马上撤开，然后重新上菜，新的一批客人就会上桌继续吃，一直这样子轮着吃。Hello， 怎么样？吃的好不好啊？开心吗？哇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你看他们这里啊，吃这个假豆啊，就跟我们新加坡很不一样。你看他们是坐在凳子上，然后呢，他们的菜是一次过全部一起上。婚礼前一天，帮忙采松毛的新加坡实习生为体验纳西独特的宴席文化，又来凑合了，赞！哇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！我们终于到我们了啊，已经是第3轮了，才到我们开始吃。因为新郎新娘他们要忙着去招待其他的客人嘛，跟他们打招呼，对不对？这个在我们面前就是纳西婚宴上非常传统的一个3碟水。对呀。这里有8个碟子、4个碗，还有一个大火锅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4个碗是代表什么？4季发财喽。哦，4季发财。8个碟子呢？兴旺发达哦。哦，兴旺发达。那火锅呢？圆圆满满。圆圆满满，哇，看上去就非常的诱人啊。这阿胶是怎么吃？就这样子吃吗？就这样子吃。哦，我还是第一次吃阿胶。阿胶其实就是驴皮做的是吧？对，驴皮做的。哇，怎么样？很脆耶。好吃好吃。多吃一点。这是头火锅。铜火锅啊！哦，这好贵的头火锅，一般我们都买不起的，一般人的，好贵，而且它做出来的味道也很香美。是，我们平时也是很舍不得吃，但是为了要这场7客合适法结婚，所以是
做好一点给大家吃喽。是，里面有好多种材料，有适合老人吃的，有适合小孩吃的，就是老少皆宜。对对对。在纳西古乐中，宾客按笛音欢跳，主人家何爸爸和高师傅也欢乐其中。哎，你看到吗？在我身后啊，他们现在跳的就是纳西的传统歌舞啊。虽然说我不太听得懂他们在唱什么，但是我特别喜欢它整个气氛、整个氛围，真的很好。那尤其是看到新娘子啊，还有跟所有的那些阿姨们一起在跳，还有他的公公也在那边跳，哎。大哥，你看起来怎么不太对劲呢？哎，不过开心最重要嘛。要感谢下拍摄的团队，还有我的公公，还有所有的家人，我谢谢你们。所以，套用我们本民族的话，日吃我们，日起吃我们。纳西人的婚礼呢是通宵达旦的，我看啊，他们今天晚上是不打算睡觉了。音乐一播起，他们就围成一团，跳起纳西族人的民间舞蹈打跳。明人，快去打跳，快去打跳！好好好。好。打跳是纳西族古老的民间舞蹈，在婚嫁、丧事、盖房或欢庆丰收节日，都会以打跳表达情感。哇，浓郁欢腾的气氛，我也好想加入。看，大家跳到情绪高昂了。诶，大哥，你今晚是不是喝多了？对面的女孩看过来，看过来，看过来。婚礼越夜越精彩，欢歌乐舞中，新加坡实习生也来助兴。大哥，轮到你喽！我将真心付给了你，将悲伤留给我自己。我将情。这首歌它的歌词特别有意义，所以我希望说，能够让新郎永远记得要怎么去疼爱他的老婆。你要不要说一下这是你追你老婆？哎呀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不用啦。哎呀，我老婆有听我唱过这首歌，她也知道我很喜欢这首歌。我没有说很刻意的把这首歌送给她，但是经常在她耳边唱就可以了啦。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，却将自己给了你。亲一个，亲一个，呀，快点，打啵儿，打啵儿，打啵儿，嗨，呜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
今天早上起个一大早，这山上的温度啊，真的是很低啊！你看，现在才14度，而且下着绵绵细雨。昨晚新郎跟新娘玩了一整个晚上，现在应该是呼呼大睡吧？有任务，不是我，是蚕豆，他要扫松毛。不是说纳西的女人要披星戴月，证明刻苦耐劳、很勤奋吗？你看，事实证明了。早安，蚕豆。早安，林伦。扫松毛啊？是。这个婚后第一天，新娘子就要来扫松毛，对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那现在呢？老公会帮，不过他，昨天喝的有点多，还在呼呼大睡啊。那婚后第一天，这个心情如何？就回归正常吧，就是热闹之后还是平静的生活。这个会比较向往一些，因为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嘛。来一点馒头。好，我也来一点啊。好，这就是你们传统的早餐吗？对，传统的早餐。哦，这个是什么啦？酥油茶。酥油茶啊，酥油茶，然后有馒头跟辣椒是吧？对。哦，所以我要学你们，就是拿馒头点辣椒，是吗？是因为你们特别喜欢吃辣椒，所以才这么吃吗？还是这一向来传统都是这么吃的？经常是这样吃的，就是从以前就是这么吃啊。你们吃馒头都不蘸辣椒吗？馒头就这么吃啊。不，我们那边也很少吃馒头。不过说真的，这个辣椒特别香，很好吃，很香。喝一口茶。喝一口茶。这茶是它那个奶是什么奶？牛奶的酥油。是挺好喝的。对，有点像喝黄油这样的味道。然后像是牛油的味道。今天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家庭组织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感觉如何？感觉我这个家庭终于是圆满了。听您这句话就感觉到特别开心啊。那对于他们两个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期望吗？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一家人好好的过日子。你呢？你有什么心里的话想要说？刚刚我爸爸已经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，就是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，然后实实在在的过日子，这个就很重要。这次来到这个纳西古村啊，我觉得我的收获是满满的，因为我见识到丰富的东巴婚礼，多姿多彩的纳西民俗风情，传承文化的使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见证到一个细水长流的爱情故事，体会到含蓄的父子情，还有认识到一群性格特别豪爽的纳西朋友。这一次，我觉得我们不单单只是记录到一个特别的婚礼，而是在婚俗背后交织着的真挚情感。未来吧，就努力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好好过日子吧。以后好好听我的话，好好的赚钱给我花，要带我去答应过但是还没有时间去的那些地方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大哥。大哥。